第一次看到山庄是一个洞，是很大一个洞。山庄期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院，坐捷运下来也要爬那个好汉坡这样。小时候记忆就是它是一个迷宫哦，就是永远进得去，但是不知道怎么出来。一是楼上，二是楼下，这样小时候都搞不清楚。就是那冷气还蛮能够帮助我进到神的同在啦，就很冷啦。好，要讲认真的吗？要讲认真的。好，那。就一开始灵粮山庄就，他从宣教大楼过来的，快10年的时间5年、9年了，我住在这里。1、2、3、4、5，好像7年吧，20几年，10多年了吧？应该不止了吧？小时候在这边受洗，阿嬷是跟她的小儿子啊，还有她的孙女一起受洗的。第一次我很真实感受到上帝的爱。因为我是日本人，之前也不是基督徒，没有机会去教会这样子。这么大的、这么棒的教会是还蛮让我很感动的。我在这里受造了。我的婚礼是在那个山庄那边举办。那我记得那一天，非常特别，来了很多媒体，他们报道标题就叫做“娶妻谢神恩”。我觉得有一次很特别，是穆约翰牧师他从乌干达来这边，然后那天在山庄坐得满满的，大家都来领受从他来那个关于祭坛的信息。等到敬拜快要结束的时候，穆约翰好像是胰脏发炎还是什么，然后就痛到不行，然后就送急诊去。红公跑我面前跟我讲说，所以今天晚上寇牧师你要讲道，吓死我了，你知道我天啊！一路上我就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我求你自己施恩，今天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突然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平安哦，主就说我自己的聚会我自己负责，整个会场就突然安静下来，你感觉主就在这里，就从2楼那个最角落那个地方开始就开始有人就开始拍手，那个拍手声音从上面这样下来，然后到1楼，从后面一直鼓掌的声音好久哦，我看那5到10分钟，很长的时间，然后大家就一起祷告，圣灵极大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非常的特别哦，腓利牧师在台上呼召连家恩医生出来，就要对他讲一段先知性的话，只是他不能够用人的言语来对他发预言，所以他要用方言，然后他就开始发预言哦，发言完之后，然后再转向我说 You go， 你想说 go 什么？去哪里？要讲什么？整哲牧师当时的翻译，他翻成中文，他说犹大的狮子出来。我其实灵里非常有感觉，我知道那个是从神来的。我第一次到灵粮山庄的时候，我23岁，那时候我才刚进入到全职服侍。在那一场聚会里头，在台上的牧师突然间把我叫出来，他在那边为我发预言。我在那一场聚会里头一直哭，而且也就是那一场聚会，我对着服侍那边开始有意向，开始看见到了一个新的方向。然后你知道吗？已经过了20年，又是到了灵粮山庄，台上的牧者叫我出来，在那一边又为我发了预言。而真的从那一天之后，我的服侍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在整个的这个山庄的氛围，其实像是一个家一样。那么这里有个氛围是非常的奇妙的，我觉得就是一种渴慕，还有一种合一的氛围在里面。另外它还有一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叫做慷慨吧，就好像我们中国话有个俗语说打得老虎死啊，大家有肉吃啊，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处大家来分享。对未来的教会的期待就是能够世代之间的连接吧。建造应该是符合这个未来我们新世代适合的机会。建堂这件事很有趣，它并不是让我们完成我们10年前的梦想。当我们现在在策划，一直到完成真的使用它的人，会是10年后的我们，或者是10年后的所谓的下一代。我需要为他想，到底
10年后这个世界会长什么样子。如果这个事情走过去，带出那个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教会一个更好的整合，我相信我们在教会在后面更加的在神的手中更加的能够有效的被他来使用。我相信灵粮山庄在未来继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不只是为我们灵粮堂，也是为下一代，也是为了列国，还有为众教会国度的需要。灵粮堂的家人们，我想和你分享诗篇104篇的这段经文：你发出你的灵，万物就被造成；你也使地面更换一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他自己所做的。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为了下一个世代，因为我们希望荣耀能够延续到一代又一代，复兴能够延续到一代又一代。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整个灵粮堂当中有这样子有远见的规划，能够让整个灵粮山庄迈向2.0当中。在未来神这样荣耀的工作里面，许多的人要在山庄经历圣灵大大的充满，大大的浇灌，领受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向这个世代去广传福音，为主得地为业，得人如鱼，再也没有未得之地，再也没有未得之名。福音要传遍天下，从山庄涌向这个世代。同心建造 ，Let's build。